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，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。没有人在乎我是谁，陷入漫长黑夜，一路跌撞。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，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。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，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。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，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，你就是答案，我不灭的信仰。只愿朝着光，带你一起飞翔，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。我只愿朝着光，就算未来跌宕，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，朝着光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也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她这么忙，她男朋友没有意见啊？她有男朋友了？她怎么没告诉我呢？我也是听说的。那才交往不久吧？应该有一阵子了。那做什么工作的呢？好像做金融的。去年呐，我都还催过他这事儿，毕竟也快30岁了，不是吗？立马就不高兴了，还怼我说挣钱要紧，找什么男朋友啊？你看这一转头，交了个朋友也不告诉我。也许我听的也不准确呢。嗨，我倒希望是真的，能有个人照顾他，我不也少操心吗？也是啊。可是他不在您身边照顾您，他会给您寄东西吧？他就是给我钱，让我自己买。他还挺孝顺的。可不是吗？这房子就是他给我和他爸买的，他一直说要在城里啊，给我和他爸买一套自己的房子，终于实现了。可惜呀，他爸做了没几个月就走了。阿姨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见笑了。这个房子是今年买的？今年3月份，二手房。应该也不少钱吧250多万呢。他怎么能挣这么多钱呢？按揭的。不过呀，他爸走了没多久，他就跟我说，最近他又挣了一笔钱，可以把尾款还清了。他还挺能干的。哎呀，但是太辛苦了，连家都不能回，就连他爸这后事都办得匆匆忙忙的。朱总已经离开会所了。郑雪见他回来过吗？没有，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。半年前他还是这儿的经理呢。我们这儿人员流动性太大了，3个月就跳一次槽。
我做了饼干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没兴趣。说不定你会喜欢的。那你等我1分钟啊，就1分钟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来，看，这个呢是我今天刚刚研发的一个点心，它的独到之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奶油呢一定要现挤，这一口吃下去，满满的满足感。尝尝。大晚上的，发胖了。这都是低脂低糖的，放心吃，没事儿。啊，尝尝，求你了，尝一口好不好？我保证你吃完之后心情会变好。你自己做的？是。你怎么样？这个就叫做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。好不好吃？有点太甜了。吃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。你看到吗？心情变好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道甜品的一个神奇之处。你奶油挤太多了。要的就是这种满足感嘛。来，再来杯牛奶，可以舒缓一下你的情绪。心情好点没？好点了。啊，谢谢啊。行了，我该睡觉了，你也回去吧。啊，行，那我这个留在这儿。晚安。晚安。欢姐，20号那个周末有空不？我帮你接了一个私活。什么？你稍等啊，何老师，怎么了？大新闻！喂，你好，我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。你先别哭，你慢慢说。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她老板是……好，你把你的具体联系方式和地址给我。好，昨天那个新闻再追一下吧。哦，你们两个打个配合，中午的时候跟吴迪做个现场连线。马姐，一个热线，23岁的女孩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，
他父母怀疑是频繁加班导致的。女孩父母希望联系记者帮忙讨个说法。23岁吗？对。哪家公司？星空公司，董事长兼总经理叫张维民。你带苗子去采访一下女孩的父母。好。马超，你查一下星空公司的资料，咱们2个去趟星空公司。好。找一下律师，让律师从法务层面给女孩的父母一些赔偿建议。没问题。你们2个去趟相关部门吧，让他们从劳动保护的角度帮我们重新解读一下这件事儿。好。那刚刚分配的任务就取消。这是重磅，是头条。但这不是独家，女孩的父母也联系了其他媒体，包括直击现场，也包括一些网络媒体。那就拼了呗。走。走吧。真真啊，你怎么忍心啊？你把妈丢了，你让妈怎么活呀？真真，你让妈怎么活呀？你好，任真真妈妈，我们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。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？各位大记者，你们好好看一看，这是我的女儿任真真。你们看在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份上，我求求你们，为我的女儿讨回公道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，我不起来，你们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真真妈妈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秉公报道。您需要先休息一下吗？我不休息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的脑子里，我的眼睛前面全是我的女儿任真真，我休息不了。真真妈妈，您能告诉我们，真真事发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吗？各位记者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任真真。真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特别乖巧懂事的孩子，毕业以后工作了，也是一个兢兢业业、认认真真上班的孩子。可是就是去年他到了现在打工的张老板的公司里，他就经常跟我抱怨说：“妈，我好累，压力好大。”我就说：“孩子，要不咱们换个公司吧。”可是真真懂事儿，他跟我说：“妈，现在工作难找，我再扛一扛。”他再扛一扛，我没有想到，他扛到上个星期三的晚上，您最后一次见到任真真是什么时候？是春节的时候。过年的时候真真回来了，但是只待了2天，年都没有过完他就走了，说是老板让他回去加班，他就走了。真真出事当天，他跟你有联系吗？联系了。那天他加班，大概晚上10点过，他给我通了一个微信，我们俩聊了几句。他说什么？还是那几句话。他
他说：“妈，我好累，我压力好大，我活着真没意思，我都想去死。”珍珍跟您的聊天记录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。记者，你看，这个是他去年给我发的，这个就是他上个月给我发的，这个是他进公司的时候给我发的，还有这个，就是那天晚上出事之前他给我发的。你们看，你们看。这就是他给我发的。他当时发这个的时候，您没觉得他的情绪有什么不对劲吗？我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，可是我想着是不是孩子太累了，我就说：“姑娘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”我没有想到，他放下手机，他就从楼上跳下去了。我要是知道这样，我们怎么可能让他离开我们去这个公司打工啊？珍珍出事之后，您见过他的老板吗？见过，去找过这个老板一次。他的老板说我的女儿任珍珍是得抑郁症自杀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他叫我们滚，他让我们有事儿去找他的律师。那您见到他律师了没有？见到了。他的律师说，他们是出于人道主义，能赔2万块钱给我们。2万块钱，还说，要是我们跟他闹上法庭，我们1分钱都得不到。记者，2万块钱呀！我的女儿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就值2万块钱吗？这是哪里的律师啊？是什么方什么圆的那个律师姓林。各位记者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的女儿任珍珍就是被她的那个张老板给逼死的。她过年的时候回来，她都跟我和她爸说她压力大，说她工作压力太大，她太累了，说老板老让她加班，还经常扣她的工资，说老板时不时还打骂她，说老板还让她去死。我说的都是真话呀！你们要为我的女儿伸冤，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！各位记者，你们一定要主持公道啊！珍珍妈妈，你先冷静一下。这个您跟珍珍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可以发给我一份吗？我们也需要，一份。好，我可以的，可以。我需要的是诊断的原始记录。好，等我空了，我整理一下发给你们，好吧？我发给大家。任姐，白老师好啊！就知道你会来。我也料到你会来。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就照规矩来呗。同意。去问一下新空公司在几楼？不用问了，8楼。功课做得挺全呢。8楼到了。
拜拜。哎，去1楼。张总已经好几天没来公司了。他生病了吗？这个不知道。自从任真真家属来闹过之后，张总就没来过了。那你们公司副总在吗？我们公司没有副总。你看你们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总得有个负责人出来说几句话吧。我们公司已经没有领导了。你和任真真认识吗？你们可能谈不上是朋友，但最起码是同事。他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也希望他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吧？要不您稍微等一下，我去帮您问问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电视台的，找你们领导。你赶快去问吧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啊，好，稍等。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是电视台的，刚才你电视台的，来采访去。这不许进，出去。来吃饭不让采访，赶紧出去！走，快走！哎，走！不让采访，别看了，不让采访。要不是你，我都进去了。得了吧，看他们那架势，就算那小妹妹替你问了，你肯定也采访不到。那我也不会被人撵出来。当记者还怕撵吗？真逗。喂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刚采访完，现在回来。我在极光公司楼下呢，被赶出来了。你问问任真真的家人，那个张维民他们张总还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？行，或者找他律师也行。我明白，你先下去。好，我上去先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这不快中午了吗？他们得下来取外卖啊。你觉得那么大一老板会自己下来取外卖吗？我等不着老板，我等个员工行吗？你有本事把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，把这一圈全都给我摆满。凉。哎呀，稍微等一下啊，对不起，我调整一下。照片给我，拍吧。今天都到这儿吧啊，媒体朋友们，有点累了啊，谢谢大家啊。拍好了吗？真真妈妈，你方便把张老板的手机号码给我吗？张老板，哦，我只有他一个手机号，可是他一直关机啊。那他律师呢？律师，我们也只有一个手机号。方便都给我一下吗？谢谢啊。哦，好。这个行，我拍一下。好。还有吗？就一个手机号。可以了，那到时候我们再跟你联系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们找哪位？你好，我们找林律师。林律师正在见一个客人。我们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，想针对任真真的案子采访一下林律师。好，您稍等。林律师，这边有电视台的记者找您，关于任真真。
好的，请您登记一下。好，这边请。林律师您好，我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何欢。针对任真真意外死亡事件，我们想采访一下任真真的老板张伟明。啊，抱歉，张总现在不方便。那您能帮我联系一下张总，哪怕电话采访都是可以的。不可以。那您能够代表张总跟我们说几句吗？不能。我们的新闻采访原则是新闻当事双方都要发声，必须要采，所以我们需要听到张总这边的说法。警方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，他是抑郁症自杀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半个小时前，我们采访了任真真的母亲，她认为是张总强制员工加班，导致任真真抑郁症发作，才发生了悲剧。林律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一定会秉持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从事实出发，不偏不倚地报道此次事件。我们只在法庭上发出我们的声音。可是任真真的母亲已经向公众曝光了这个事件给公众，我觉得张老板也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。除了法律，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那你想知道任真真的母亲都说了些什么吗？不需要，你们请回吧。我的女儿任真真就是被她的那个张老板给逼死的。她过年的时候回来，她跟我和他爸说她工作压力太大，她太累了，说老板老让她加班，还经常扣她的工资，说老板时不时还打骂她，说老板还让她去死。我说的都是真话。胡说八道！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逼他加过班，没有打骂过他，钱我也都给够了，更没有让他去死。张老板，你敢对着我们的镜头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。老张，我们说好了。那个女人当着媒体的面这么诬陷我，你让我怎么躲？我觉得这个采访你一下，你吃这么多碳水不怕胖吗？这一双鞋顶我1个月工资了，这个便宜点。现在有120了吧？这会有1万多了。130。哎，那这项待遇咋样？怎么样？哎，我们这边啊，压力老大了。喂，联系上张维民了，他愿意接受采访。太好了。你那边有直接现场的记者吗？没有。那你跟他们说一下，务必让他们接受我们独家专访。好。你找张伟民了？没有啊。你骗不了我，白杨同学，你可别想吃独食，我今天跟定你了。那就比谁快喽。走。去哪儿去？双阳。老大，咱也去双阳吗？快点走啊！春燕说在网上找到了行空公司设计师的电话，其中一个表示愿意接受我们采访。刘思秋在对接了。叫刘思秋，把第一手资料发给我。好。白杨，你的驾驶技术我知道，你一定系好安全带，慢点开。咱们就张卫民老家见。蠢货！上车。啊。哎，何老师，你逼着林律师替任真真母亲的采访视频，其实是想激张总现身吧？可是你怎么知道张总在里面房间呢？你还记得那个前台小妹让我们登记吗？登记一下。我注意到，在我们来之前10分钟，张维民就来到那里，而且我断定，他肯定在那个房间。林律师身上已经穿了件西装，但是对面椅子上还有一件外套，应该是客人的。林律师你好，我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何欢。椅子旁边还放着一个纸袋，上面有行空公司的 logo。
可是你怎么知道张总在听了任真真母亲的采访录音以后，会冲出来并愿意接受我们采访呢？这个我也不确定，但是我想，只要有0.01%的可能性，我们都应该去努力。果然，只要努力了，就会有好结果啊！没错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咱走吧。不行，我还得再练一组。今天少练会儿吧。我得再丰满一点。为啥呀？我订了一套婚纱，再丰满一点，穿起来才好看。你订了套婚纱？对呀。不着急吧？急吗？我还没跟我爸妈交代呢。那就赶紧告诉他们呗。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为什么呀？他们最近都太忙了，忙也不能耽误咱们的婚姻大事啊。要不就再等等，等明年吧。你觉得呢？好吧。晚上吃点什么？我现在想喝口水。行，等着。我去给你拿。那，我舅舅。哎喂，舅舅。啊，是什么微博？你看错了吧？哦，你稍等啊，我看一下。哎喂，哎舅，那是个游戏，我刚跟我一帮朋友在一块儿呢。对，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就输了的得发一条微博，是个误会。您先别跟我妈说啊。行，我先这样啊，舅，拜拜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圆圆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呀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们不知道，我总得解释一下吧。哎喂，妈，那条微博，什么？哪儿出问题了？包装盒？那米饭不是也被污染了？那赶快销毁啊！3天前出的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现在回去。怎么了？我家现在出事了，我先立马回去，我改天再给你解释，行不行？你先别生气了，啊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生气啊。张家早就搬走了。张为民在城里挣了大钱，买了别墅，就回来把他爸妈都接到城里去了。好久没见了。啊，这几天就没看见他。没看见。不可能，他们家的房子都不能住人，
他回来干嘛？老大，怎么了？让他给我骗了。啊，那不是白跑一趟了？耽误了时间，哎，白跑倒是没什么。这找不到张为民啊，咱们这新闻就有点单薄。两位大哥，谢谢啊。喂，请问是直击现场的任老师吗？我有一条新闻线索要提供。麒麟集团有一批方便米粥出现了问题。张总，一会儿您就看这个机器就可以了。好吧，然后我们可以随便聊聊。怎么样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闻进行时的制片人白杨白老师，这是张总张为民，然后这是林律师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哈。请坐。可以了。好，开机。张总您好，我们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，想请问一下，任真真生前是您公司的员工吗？是的。她是什么时候入职的？她是去年2月份。在您的印象当中，任真真是一个什么样的员工呢？她工作挺努力，都挺好的。任真真的母亲告诉我们，任真真生前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导致她自杀。这完全就是胡扯呀！她在她自己家里跳楼了，跟公司有什么关系？但任真真的母亲说，她那是为了讹钱。任真真头天死，他妈第2天就到公司找我要钱。本来出于人道主义精神，我给她2万，但是她要讹我100万呐！那对不起了，1分钱没有。关于工作压力这件事情，您是怎么看待的？现代社会，谁没压力？那么任真真承担的工作压力，您觉得是属于哪个级别呢？普通，一般吧。任真真生前和她母亲的微信里多次提到过，她实在是太累了，每个月工作加班起码要15天以上，是这样的吗？完全没有的事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任真真自杀当天晚上，在公司加班到10点。偶尔的吧，可能1个月有那么1、2次。但是张总，我们查到任真真在贵公司的考勤记录，这上面记录的是上个月任真真加班15次，再上1个月加班10次，去年12月份的时候加班11次，11月份的时候加班19次。您觉得这是偶尔？这个记录你们哪儿来的？7月2号加班到0点，5月13号加班到凌晨1点，去年的12月21号加班到凌晨2点，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，需要我继续吗？对于这些数据，你有什么解释吗？这是他自己要求的呀。他自己要求的，您确定？他主动找到我跟我说他家庭负担特别重，只要有钱他不怕加班。哎，好了，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。其实呢，任真真的死我很遗憾，但是她的死跟我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有打骂过任真真吗？从来没有。那你怎么解释任真真的母亲和她对话，她里边多次提到的再这样逼我就去死呢？她说的话你们问她就问我干嘛？任真真死了，她自己愿意死的，别赖在我头上。好了，今天的采访结束了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跟任真真他妈是不是一伙的啊？他妈是不是承诺你们给你们钱？你们身为记者赚这个钱对得起你们自己的职业吗？是不是逼得太急了？怎么了？还有几个问题没问呢。我觉得不用再问了，他的状态足够说明任真真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了。金家山手上的货已经全部召回，但还是有少量流出。少量是多少？37件。超市那边呢？在架上的已经全部下架，但是已经卖出去了181盒。那总共就是625盒。董事长，应该没什么事吧？万一有事儿，就是大事。要不要发公告？
这个接口上绝对不能自曝其短。那可是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这样，你马上跟经销商联系，万一有人拿这个事儿来投诉，务必要压下去。啊，超市那边同样的对策。一个字儿，封。进来。周总，来了2名记者，说要采访我们。采访什么？他们得到消息，说有一批质量不合格的麒麟方便米饭流入了市场。你让他们在外面等一下。好的。这些记者哪来的消息？对呀，不是说过了吗？要严格保密。也许是超市方面透露的吧，也可能是经销商走漏的。我们和 FCC 刚谈到第2轮，如果这个时候爆出食品安全问题，他们就会狠狠地砍我们价。砍价算小的，要是如果他们不谈了，那就完了。那怎么办？佳杰，去搞定记者，就说是谣言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推开疲惫的无语，倾落在这城市的谷底。有多少不期而遇会延续成记忆，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。同行的路为什么迟疑？眼前的你像晴空，也像大雨。故事走走停停，结局还若现若隐，在误会中背离，又在梦里憧憬。如果爱也能有回应，把昨天的自己褪去，是否就能让你也感同身受体谅的共鸣？漂流过人海的崎岖，相遇有多幸运，幸福绕一点也没有关系。